No, I have decided to skip college and take my talent to the NBA. 胡适之胡适，说尽天下事。大家好，我是胡适老师，欢迎收看胡说。相信荧幕前的各位应该都有看 NBA 吧？如果要谈到一位世界上有史以来让球迷哭最多次的 NBA 球星是谁呢？那没有意外，大家心中的答案应该都会是 Kobe Bryant。同时，他也是我最喜欢的球星之一。今天我们就要以编年史的方式呢，来探讨 Kobe Bryant 的人生故事。时间来到1978年8月23号，Kobe 出生在美国费城西边的郊区一个兰克瑙医院。父亲是前 NBA 球员 Joe Bryant， 然后母亲呢叫做帕梅拉·布莱恩。然后不是那个帕拉梅拉那首歌那个帕拉梅拉，是帕梅拉。然后再来有2位姐姐，一个叫做 Sharia， 另外一个叫做 Shaya， 都跟他感情非常的好，一直到他去世前都保持非常好的关系。然后 Kobe 的父母就是他们在有一天在餐酒馆里面吃东西的时候，然后看到那个菜单上一个神户牛排 Kobe Steak， 就因为这个样子帮儿子取名了，所以他父母是蛮有趣的。儿子取名的原因就是因为在餐厅然后吃的，如果他今天是在吃臭豆腐 ，Kobe 就会变成臭豆腐 Bryant， 好不对？如果他今天吃的是那个烤章鱼，就变成烤章鱼 Bryant， 对不对？所以这个取名字的由来倒是还简单过头了，好不好？然后再来，所以 Kobe Bryant， 然后再来，他的中间名呢叫做 Bean，B-A-N Bean， 土豆来自于他父亲的绰号 Jelly Bean。然后科比的家人呢是天主教徒，而科比也是。时间来到1981年，3岁的 Kobe 开始接触了篮球，是 LA Lakers， 也就是湖人队的忠实粉丝。然后时间来到1984年 ，Kobe 6岁的时候，Kobe 的父亲，也就是那个 Joe Bryant， 从 NBA 退休啦，然后举家搬迁到意大利，因为他爸还是必须要工作嘛，所以就去意大利那边打了职业篮球。时间来到1986年，8岁的 Kobe Bryant 呢开始认真的打篮球了。然后 Kobe 的祖父呢会邮寄 NBA 的一些比赛的录像带寄到意大利给他，而 Kobe 当时都看谁呢？然后他都看很多，例如那个魔术强森的，然后 Michael Jordan 的，还有一些早期 NBA 一些早期的球员，比如说像是贝勒爷啊。然后张伯伦啊，对不对？然后还有那个 Jerry West 的影片，基本上他全部都看，所以这不难排除为什么 Kobe 在日后在 NBA 的表现，他的各种攻击手段会这么多元，因为其实他把各个球星的攻击手段他都给研究透彻了，他就是一个学习狂，好吗？所以不要认为他只有学 Jordan， 他基本上谁都学，所以他被球评呢评为 NBA 史上进攻的技术脚步最多元的球星就是他。他在技术的复杂层面部分呢，其实更胜于 Michael Jordan。那不是说 Jordan 没有他强，而是因为 Jordan 强到他不需要那么多招，他就可以吃遍天下，这样知道吧？好，那再来我们继续。然后在1980年的同年呢 ，Kobe 也开始踢了足球。然后他最喜欢的球队就是意大利的 AC 米兰队。时间来到1991年，13岁的 Kobe Bryant 跟家人搬回了费城，然后就读于当地的巴拉肯维德中学8年级。时间来到1993年，15岁的 Kobe Bryant 呢，就是在费城郊区的劳尔梅里恩高中度过了高中4年的生涯。因为美国的高中呢是4年学制的，然后再来，他以新生的身份加入学校的篮球校队。然后成为了球队建队数十年以来首位新生以先发球员的资格上场的。然后球队呢在第一季 Kobe 加入的第一季以4胜20负的战绩结束了该赛季，所以呢战绩非常的惨淡。好，时间来到1994到1996年，也就是 Kobe 的高2到高4赛季。这3年呢，球队创下了77胜13负的战绩，而 Kobe 在场上的5个位置他全部都打过，非常的全能。1995年，也就是他3年级的时候，他场均31.1分、10.4个篮板、5.2次助攻，表现极为优异，被评为宾夕法尼亚州年度最佳球员。也在这一年呢，他获选了 Parade 的全美第4阵容的提名。然后这一年，他也吸引了很多大学球探的注意，像是蓝魔鬼、杜克大学、密西根州大以及 Jordan 的北卡大，然后还有维拉诺瓦大学，皆把 Kobe 名列他们大学的榜首。然后再来，可是在1995年的时候呢，一个知名的球星 Kevin Garnett， 他决定
就是跳过大学，直接以高中毕业生的身份加入 NBA， 这个举动深深感动了 Kobe， 感召了 Kobe。Kobe 觉得自己是否也可以跟他一样提早加入 NBA？ 还有一个关键的一个原因，因为当年1996年的时候，大家都在猜测离 Jordan第二次退休的时间可能已经不久了，而一直把 Jordan 视为最大偶像的 Kobe Bryant 呢，他想要在 NBA 场上有跟 Jordan 对决的机会，所以这也是成为他决定要跳级 NBA 的超关键原因。所以他就在 Kevin Garnett 跳级 NBA 之后的隔一年，1996年，他也宣布他跳级 NBA。在1995年的时候啊，就是在 Adidas 训练营里面，Kobe 呢获得了 MVP。然后他还与未来的 NBA 队友 Lamar Odom， 也就是后来因为喝醉酒住院的那一位 Lamar Odom 同队过。然后当年的76人的总教练 John Lucas 二世，他邀请了 Kobe 一同跟76人一起训练，然后在里面分组比赛。然后 Kobe 呢在那边与当年的76人一个球星，也是他们的新人球员叫 Jerry Stackhouse， 他同时也是北卡大毕业的 Jordan 的学弟，然后1对1单挑。然后据后来 Stackhouse 自己的说法，他说两个人互有胜负，并不是像坊间一直传言的他被 Kobe 打爆。他那时候就说怎么可能，20岁的我面对一个还在高中的 Kobe Bryant 17岁的他，我要被他打爆，怎么可能？所以想太多了，毕竟我已经是 NBA 的球星了，所以不可能的。我们两个是互有胜负，并不是如坊间所传，他一直连续的击败我，这太扯了好吗？1996年 Kobe 高中的最后一年， Kobe 率领球队以31胜3负的战绩，然后获得了球队53年以来的第一座州冠军。然后该年 Kobe 场均30.8分、12个篮板、6.5次助攻、4次抄截、3.8次主攻。看到这样子的数据，是不是惊为天人？就是他等于在场上的各个表现都非常的棒，极为全能。然后再来 ，Kobe 在高中累积的2883分、2883分，打破了由张伯伦还有西蒙斯共同保持的宾夕法尼亚州东南区的纪录。然后科比在高中最后一年表现非常的出色，获得了许多的奖项，其中包括被提名为奈史密斯高中篮坛最佳球员，然后还有加勒德年度全国篮球最佳球员，还有麦当劳高中全明星赛球员 Parade 全美第一阵容的球员，还有今日美国全美第一队成员。然后 Kobe 的高中教练，然后 Greg Donald 评论他是一位由自己支配一切的完美球员，称赞他的运动员道德。而也在这年17岁的 Kobe 呢，宣布弃学大学，跳过参加 NBA。然后他当时呢就开了一个记者会，然后头上戴了一个墨镜，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到，然后穿着一个就是大地色系的西装，然后他就是说要加入 NBA， 然后全场呢就开始欢呼拍手，然后那时候年轻的他呢脸上充满了骄傲的表情，然后成为 NBA 历史上第6位高中跳级生进入 NBA。然后在本年度的 NBA 选秀大会上面呢 ，Kobe 以第13顺位被选入了夏洛特黄蜂队，后来立刻被湖人总管 Jerry West 然后用了他们的明星中锋的 Divac， 就是来自于塞尔维亚那位明星中锋 Divac， 然后呢去换过来，然后这个举动让当年的球迷非常的不爽，说你怎么可以用我们的明星中锋去换一个名不见经传的高中跳级生呢？你疯了是吗？对，所以球迷大为不解。然后 Kobe 呢，在满了18岁后，和湖人签署了一份为期3年、总额为$350万的新秀合约。为什么要满18岁呢？因为 Kobe 当年进 NBA 的时候，被选到的时候才17岁，尚未满18岁，要等到18岁才可以正式签约。好，接下来呢，我们就以 NBA 的球季来当一个就是年份的计算。首先来到第一个球季 ，Kobe 的生涯首个赛季，1996年到1997年赛季。Kobe 呢，在季前赛在加州举办的夏季联赛中首次亮相，获得25分。然后防守球员们都很难守住 Kobe， 他的表现呢，令湖人队的大总管 Jerry West 以及总教练 Harris 呢非常的兴奋。然后 Kobe 呢，在最后一场比赛获得36分，在4场比赛中呢，平均得到24.5分以及5.3个篮板，然后让 Jerry West 觉得自己绝对没有选错人，他没有看走眼。顺便跟你们讲，谁是 Jerry West 呢？他就是 NBA 的 logo 男。
NBA 那一个运球那位 logo 就是 Jerry West， 曾经湖人队早年的超级得分王，然后生涯打过无数次的总冠军赛，然后全部拿亚军，也是 NBA 史上唯一一个以亚军球员的身份获得总冠军赛 MVP 的球员 Jerry West， 超悲情的一个人。不过他在当总管之后，把球队经营得非常的好，然后他选人的眼光也非常的高。好，然后再来。在开始1996年到1997年赛季之前呢 ，Kobe 与 Adidas 签署了一份为期6年、约4800万美元的合约，厉害了吧？还没正式比赛前就签了一个这么大的合约。然后他第一个签名鞋呢叫做 Equipment Kobe 8，然后再来他第二个签名鞋呢就叫做 Crazy 8。那 Crazy 8长什么样子呢？我现在有带给你们看。这一双鞋，我从买来到现在。应该有8年的时间，我还没有打开过。对，我还没有打开过，所以现在呢，我首次的把它打开了。应该说我没有把它从这边拿出来过，我就是买回家之后把它放进去之后就再也没有打开了。然后因为要做 Kobe 这一集，我想到，我有这双鞋。对，那这双鞋特别在哪里？因为这是超级限量版的 Kobe Crazy 8。它跟市面上你们所买到的 Crazy 8应该都长得完全不一样，我相信观众也从来没有看过这一双，因为它限量到爆炸，极度稀有，好吗？给你们看一下，因为你们看到配色应该都是黑白版的配色，然后以及其他颜色的，应该没有看过这个版本的配色，可以注意一下，极度稀有，等等，这就是 Kobe Crazy 8最稀有的那个版本。那一定很好奇，为什么我买来的放在那边不穿不打开？因为我非常多的鞋都长这样，好吗？我都是放在那边不打开，然后就这么的忘记它了。对，然后我早上光是要拿这双鞋出来，花了我半个小时的时间。对，因为它要从我众多的鞋盒里面，我要把它给全部，它被压到很下面，所以要把上面的鞋盒一个一个把它全部都搬下来之后，终于把它给拿出来了，有够累的。好，既然都拿出来了，我2只都拿出来好了。对，如果是 Kobe 的球迷，可以认真的看一下。对，要特写吗？好 ，OK， 镜头前的人，如果想要跟我买的话，可以跟我联系。对，应该是我保存的非常好，我每双球鞋都保存的非常好，它也没有脱胶，我觉得真的非常的好看。对，极度清新的一个颜色，因为大家都知道，后来 Kobe 就跟 Nike 签约了嘛，所以他 Adidas 球鞋其实就只出了2代、3代，然后就没有再出了。好，那因为要讲这一集就拿出来了，接下来我要把它放回去了。下一次出现会是什么时候呢？搞不好已经是我50岁的时候了。30岁买它，40岁把它拿出来，然后50岁再拿出来送给我儿子。好，那接着呢，就是 Kobe 正式在新秀赛季登场啦。然后 Kobe 当时登场的时候，他当年都是打替补，因为当时湖人队还有2个明星后卫，一个就是跟 Kobe 整个外形非常像，身高也相仿的一个超强得分后卫，叫做 Eddie Jones。然后另外一个呢，就是眼睛非常大，凸大眼睛，然后长得可爱的 Nick Van Exel， 一个得分后卫，一个控球后卫。基本上 Kobe 是打这2个人的替补。而当年的湖人呢，还有另外一个超级明星中锋，就是 Shaquille O'Neal 所以湖人当年的球队的阵容其实是非常强大的。然后当时呢 ，Kobe 成为有史以来最年轻在 NBA 登场的球员。当年第一次登场的时候，18岁又72天，这个记录至今还没有被打破。然后也成为了 NBA 有史以来最年轻的先发球员。他第一次先发的时候是18岁又158天。好，那再来。在1996年 NBA 全明星赛周末期间，Kobe 参加了 NBA 新秀挑战赛，并赢得了1997年 NBA 的灌篮大赛。而这一年的灌篮大赛，就是我人生中第一次亲眼在电视里面见到 Kobe， 也是我第一次认识他的时候。我永远记得那一年的明星赛，刚好是我们台湾过年期间。而在当天的早上，我拿着网球拍去我们家的顶楼打网球，打了2个小时。然后打了2个小时之后下来到我们家，然后把电视打开，就刚好看到 Kobe 在灌篮大赛的最后一球，不是运球过去，然后胯下，然后灌篮吗？对不对？然后得到冠军。然后灌完毕之后还这样，对不对？这个动作，这就是我人生中第一次见到 Kobe。
然后就有点被他吸引，想说这家伙是谁呀？然后后来开始关注了他的比赛，然后发觉他打球的样子，整个动作怎么会跟 Michael Jordan 这么的像？然后后来开始注意他，然后他当年因为这个灌篮大赛的冠军，所以得到了小飞侠的称号，然后他也成为了 NBA 史上最年轻的灌篮大赛冠军，年仅18岁。然后 Kobe 整个赛季的表现呢，也为他赢得了 NBA 最佳选手的第2阵容啦。OK， 好，然后再来，在该年度的季后赛西区第2轮，对上由犹他双煞所组成的犹他爵士队。那双煞呢，就是我们所熟知的 John Stockton，NBA 史上最强的助攻王以及超级王，还有另外一煞霸王轴 Karl Malone 啊，这双煞嘛，就是组成的犹他爵士队。然后呢，由于湖人队的主力伤的伤，病的病，罚的罚，所以只能换上新秀 Kobe 上场独挑大梁。然后 Kobe 在比赛的尾段，整个投了4次的 Air Ball 面包球。而这投4次面包球 ，Kobe 有没有觉得害怕、伤心、难过？完全没有。而这个举动呢，让爵士队在延长赛中以98比93获胜，以4比1最终击败了湖人。然后这个投 Air Ball 过程我也解释一下。首先呢，他在第4节错过了能赢得比赛的2分跳投，他在一个长2分跳投 Air Ball。然后再来延长赛中错失了3次的3分球机会，全部都连框都碰不到。然后包含了最后1分钟的2次出手，然后事后他的队友有在骂他吗？没有，因为 O'Neal 说那时候的比赛打得极度激烈，非常紧张。老实说，我们湖人队不太有人敢在那关键时刻出手，可是呢 ，Kobe 却是场上唯一一个有胆量像那样投篮的人。而 Kobe 在历经了4次的出手失败之后，当然舆论一定是把他干到翻掉，骂到翻掉。但 Kobe 的个性就是你怎么骂我不在意，我只要从失败中学习。所以他在那一场的赛后，他留在湖人队的练习馆，疯狂的不断的练投，不断的练投，练投了好几百球。对，就从这边就可以看到 Kobe 面对失败的态度是什么样子的。Kobe 有一句名言说，与其我在场上9投0中，我宁愿当30投0中的那一个人。我不会因为9投0中我就不敢再继续投下去。如果我因为9投0中我就不敢再投下去，代表我被我场上的自己给打败了。所以我宁愿30投0中，不断挑战自己，我也不愿当9投0中就不敢投篮的那个人。所以这就是他的精神，精神力非常的十足。所以他为什么那么多男生都喜欢他？因为他是很多7、8年级甚至9年级男生，就是不断成长过程之中的一个精神导师。当人生中面临到很多困难挑战以及障碍的时候，只要想想 Kobe 面对困难的精神，我们都会被他打动，被他感召，而就决定要咬牙的忍下去，撑下去就对了。1997年到1998年赛季 ，Kobe 的第2个赛季。这一年 ，Kobe 获得了更多的上场时间，而最终 Kobe 的场均得分呢，从每场的7.6分升至了15.4分。然后 Kobe 呢是 NBA 年度最佳第6人的亚军，也就是分数的第2名。然后并且通过了球迷投票，成为了 NBA 史上最年轻的全明星赛先发球员。然后他与队友 O'Neal、Van Exel 以及 Eddie Jones 共同入选。所以当年湖人队总共有4个人入选了全明星赛，然后这是1983年以来第1次发生同队4个球员入选明星赛。这年的明星赛呢 ，Kobe 与 Jordan 正面对决。如果你们有曾经看过一些访问影片的话，当年 Jordan 呢在明星赛发生前，他在那个 locker room 里面，然后跟其他的选手们聊天，然后当时那个 Reggie Miller 就讲说，Jordan 你有没有听说过这个小朋友？他在场上想找每一个得分后卫单挑，他就不断的跟哪一队打，他就想跟任何一队单挑，然后就那气焰非常的嚣张。然后 Jordan 那时在绑鞋带，用他的球鞋，他就笑着说，我有听过他，因为大家都跟我讲说他想跟每个人单挑，然后大家就跟 Jordan 讲说，他最想挑的就是你，所以待会在场上的时候呢，就看你怎么对付他。Jordan 说 OK 好，那就让我在场上给他上个一课吧。所以当时在场上，如果你们回去看97年的明星赛，非常的精彩 ，Kobe 跟 Jordan 的对位。完全不像是一个 NBA 只打了第2年的人会表现出来的那种就是打法就对了，非常的成熟。Jordan 以后仰跳投吃掉 Kobe 就以后仰跳投吃到 Jordan， 他们两个是打得有来有往，其实 Kobe 并没有落居下风，所以 Jordan 也打的就是打出了笑容，觉得说这个年轻人厉害。
Well, I mean, he's coming at me. I mean, I think that's the approach. At least be very, very aggressive. And Kobe Bryant couldn't stop Michael Jordan. everybody is excited about this showdown between you and Kobe. You're not shying away at all from Michael. You're going after him, aren't you, Kobe? And now after the whole reason. Bryant. I'm not sure if he traveled there or get some kind of violation. Living in the street. Oh yeah, there's a solution. This may be as close. 并且呢，在罚球过程之中，就是罚球嘛，然后他们当时要准备要争抢篮板球的时候 ，Kobe 那时候在 Jordan 旁边，然后当时 Kobe 就是撑着膝盖 ，Jordan 撑着膝盖 ，Kobe 就在那边跟他聊天。事后有媒体记者们问 Jordan 说，当时 Kobe 在跟你聊什么 ？Jordan 说，你们想不到吧？他在问我后仰跳投的秘诀是什么？我就回答他说，要用背去感知，就是防守球员的重心，然后你才知道要怎么样去晃过他。然后 Jordan 说，这个人非常的好学，也因为这个动作让我觉得我很欣赏他。于是，在赛后呢，我留了我的联络方式给 Kobe， 并跟他讲说，如果你有任何的问题想要问的话，随时打电话给我。对，那 Kobe 后来有没有打给他呢？有哦。后来 Jordan 呢，在 Kobe 的丧礼上面有讲到 ，Kobe 常常在凌晨2、3点传讯息过去发问，然后问 Jordan。就是面对到什么球员该怎么打，然后以及在各种脚步问题，他说他真的是个非常好学的，所以 Kobe 一直都是 Jordan NBA 里面最欣赏的他的后备球员。接下来还有一个趣事哦，当时在那个明星赛，就是 Jordan 对位 Kobe 的过程之中，有一球是在外线，然后 Kobe 准备要进攻，在3分线外，然后当时呢 Karl Malone 就是要去做挡拆，要帮 Kobe 挡 Jordan， 而 Kobe 竟然跟我对 Karl Malone 挥挥手。不用，我自己来搞定就好了。你们想想看，这放到东方人的伦理里面是个什么样子的状况？卡马龙贵为 NBA 的超级巨星，对 NBA 超级巨星中的超级巨星。如果说第一人是 Jordan， 那卡马龙一定是前5人之一。而这样子的超级巨星、超级大前辈，去帮你这个后辈去挡 Jordan， 为了要让你过，你竟然把他赶走，说不需要，我一个人可以搞定。然后卡马龙当时就很酸的回说 ：“OK， 你拒绝了我 ，OK，I'm quit， 我退出，就这个趣事。如果你是 Kobe， 你敢对卡马龙做这些事情吗？所以 Kobe 真的是胆大哦，胆大包天。这在东方人的视角他真的会被干到翻掉。另外讲到97年的这个赛季呢，其实在例行赛 ，Kobe 跟 Jordan 在12月17号那场比赛呢，也是在例行赛第一次正面交锋。当年呢，还属于新秀第2年的 Kobe， 就是以替补的身份上场，然后在场上呢跟 Jordan 打得有来有往 ，Jordan 全场砍下36分，而 Kobe 呢竟然完全没有落居下风，以60%的命中率砍下33分，令 Jordan 再度留下了一个极度深刻的印象。所以呢，出生之犊完全不畏虎，而且这位出生之犊他不畏的是篮球之神，所以在此必须要给 Kobe 致上一个最高的敬意，这非常的厉害。新秀打 Jordan 可以打到这样，一般来讲，人家在场上遇到 Jordan 会被他那个出色的霸王色的霸气给吓到手软。像Shaquille O'Neal 就说过，他以前在场上最怕遇到 Jordan， 他真的是看到他会害怕，但 Kobe 呢完全没有在害怕的啊，所以 Jordan 就真的非常的欣赏他，因为跟 Jordan 两个个性真是近乎一模一样，一样偏执，一样好胜心强烈的一个人。OK， Kobe。再来接下来呢，我们的赛季来到了1998年到1999年 NBA 的缩水赛季，然后这一年的 Kobe 成为了联盟的一流得分后卫。这一年他们的先发得分后卫 AD Jones 以及控球后卫 Van Exel 呢被交易至别队了，所以 Kobe 就成为了湖人队的先发后卫。然后 Kobe 呢，在这一年的表现非常的好虽然联盟这一年只有50场，因为劳资纠纷的关系，不过 Kobe 的表现呢是进步的非常的多他50场的平均得分是 19.9 分，然后成为了湖人队的第2得分点，第1得分点当然就是 Shaquille O'Neal。然后再来，在这一年的季中 ，Kobe 跟湖人也签下了一份为期6年、价值7000万美元的合约，使得他一直留在湖人，直到2003到2004赛季结束。然后在这个球季开始，体育记者就将 Kobe 开始与 Michael Jordan 进行的比较，觉得他在全方位各个表现似乎都有 Jordan 的样子，不论是得分、篮板、助攻的数据，及他们的外形
型、体重啊，还有身高，近乎都是一模一样的状态哦，所以 Kobe 就正式的成为了其中一个 Jordan 接班人。当年的 Jordan 接班人当然还有谁？还有比他早期一点点的1分钱 Penny Hardaway， 然后还有 Grant Hill， 可惜这2个后来都受伤了，所以接下来呢，承继这个衣钵就是 Kobe Bryant， 对不对？好，然后再来，他也开始就是有了 Jordan 接班人的头衔之后呢，然后球队的季后赛成绩没有因为他有这个头衔就变得更好，因为湖人队在当年的西区半决赛被 Duncan and Robinson 所率领的马刺队呢给4-0横扫。而马刺队也成为当年的冠军哦。当年那个马刺那个双塔非常的恐怖，Duncan跟 Robinson 加在一起，那进去就是无敌的状态。时间来到1999到2000年赛季，然后先讲到第一件事情，1999年的11月，年仅21岁的 Kobe Bryant 跟17岁的他的未来的老婆 Vanessa， 他们在一个音乐录影带里面，叫做 Get Up 中担任舞者的 Vanessa 相遇了。然后 Kobe 当时呢在大楼里面制作他的首张音乐专辑，一个 rap 专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然后两人也因为这样子的邂逅而开始了约会，然后并且很快速度在半年后的2000年5月，他们两个就订婚了，并且他们两个的婚约里面是没有婚前协议书的。Vanessa 说没有的原因是因为 Kobe 太爱她了。再来，在1999年到2000年的这个赛季呢，Phil Jackson 名帅 Phil Jackson， 也就是当年公牛队那一个6冠名帅 Phil Jackson 成为了湖人队的总教练。湖人队也从这个球季开始主打了三角战术。然后 Kobe 呢，在与华盛顿巫师的季前赛中，他伤到了手，导致他缺阵了球季刚开始的6个星期。然后当 Kobe 回归之后呢，他在1999年到2000年赛季所有的统计数据呢都显著的提升，包括了球队中的场均助攻跟场均抄截，他都是最高的。然后场均得分上升到了22.5分，是他生涯第一次突破20分大关。然后 O'Neal 呢跟 Kobe 的2人组以及强大的替补阵容，帮助湖人队赢得该赛季共67场比赛，67场 ，OK， 并列全联盟历史上第5多的胜场。其中 O'Neal 赢得了最有价值球员。You've had a dominating MVP season. Number 1 in scoring. 然后 Kobe 入选了联盟2阵以及防守第1阵。Kobe 当年呢才21岁就入选了1防。好，然后再来这一年的季后赛 ，Kobe 表现非常的出色，在西区决赛中面对波特兰拓荒者，关键的第7战得到25分、11个篮板、7助攻以及4次的主攻，其中最经典的一球，相信大家都看过。那时候 Scottie Pippen 天下第2人防守他，而当时 Kobe Bryant 呢一个往右的虚晃之后，突然的换手一球到左手，越过了 Scottie Pippen 之后，接下来把球一高抛，从右侧底角过来的小 O'Neal， 然后就高高的跃起，然后灌进之后，然后 O'Neal 就这样子，大家有看到这一球吧？非常经典的一球，对不对？这就是当时对波特兰拓荒者他逆转的那一球，因为他们在这一场其实讲坦白，打完的前3节大幅落后，没有人觉得湖人会获胜。结果第4节呢，结果逆转了将近20分的分差，而那一球 alley-oop 就是他的逆转关键，最后整个由败转胜就是那一球啊，非常经典的一球。然后电视啊、YouTube 都常常可以重播看到这个东西。好，然后再来。而这个公众接力呢，就帮助他们赢得了比赛以及该系列赛。然后在2000年的总决赛 ，Kobe 对阵了 Reggie Miller 所率领的印第安纳溜马队。然后在第2战的第2节，他踩到溜马队的后卫Jalen Rose 的脚，导致脚踝受伤。那个 Rose 事后有承认说：“我是故意的。”我就是故意垫脚给他踩的这样，而 Kobe 当场的就没有重返比赛。然后大家觉得 Kobe 可能会因为这个严重的脚伤而后来都会缺席，没想到。就是他第3战也缺席，他的第4战呢，他就回归了。那个脚伤其实你要这样子打过篮球都知道，严重扭伤，那没有休息个几个礼拜是不会好的。Kobe 只休息了2场，就在第4场回归，并且第4场呢 O'Neal 还犯满离场。然后 Kobe 呢拿着脚伤，然后在下半场狂砍22分，然后再带领球队在延长赛中取得胜利。然后当中呢 ，Kobe 还投进了制胜球，使得湖人呢以120比118获胜，绝杀。而湖人在第6战也以116比111赢得了1988年以来的首次冠军。这年 Kobe 赢得了人生第1个冠军，才21岁。顺道一提，
Michael Jordan 赢得第一次冠军的时候呢是28岁 ，LeBron James 赢得第一次冠军27岁，而 Kobe 第一次赢得冠军21岁，人生超级胜利组。时间来到2000到2001年赛季 ，Kobe 在本赛季的表现跟前一年相似。但是场均得分已经暴涨到了28.5分，与 O'Neal 之间差距不到0.5分了。而这季 Kobe 跟 O'Neal 之间的分歧开始浮出水面，因为 Kobe 想要当老大，并且 Kobe 觉得 O'Neal 练球不认真，他不认同 O'Neal 的态度。可 O'Neal 这边他的回应是说：“我干嘛那么认真？我要把我的整个体力都拿去打正式的比赛，我不能在练球这边呢耗费太多的体力，我不该这么做的。”那当你有 O'Neal 的天赋的时候，你有这样子的身材、这样子的速度、这样子的爆发力，讲坦白的，好像也不需要太认真，因为毕竟他不认真就已经是全联盟最强的选手了。如果认真还得了，然后再来 ，Kobe 呢再次在这一年呢以场均5次助攻领先球队，然后但是这一年湖人的战绩没有那么好，上一季呢赢得67场，这一季只赢得了56场，整整少了11场的胜利。不过呢，当众人都在质疑湖人队本季是否能连霸的时候，他在季后赛立马的以摧枯拉朽的姿态打破了大家的质疑。在整个西区的季后赛过程之中，整整3轮他们一场都没有输过。对，就是横扫连续3轮的对手，其中包含连马刺队被他横扫啊，所以我们来回顾一下怎么横扫的吧。第一轮轻松横扫了波特兰拓荒者队，然后半决赛呢横扫了沙加缅度国王队，当时 Chris Webber 所带领的。然后在对国王的第4场比赛之中 ，Kobe 砍下了48分、16个篮板，还有3次助攻，以119比113赢得了该系列赛。然后决赛中呢，更是横扫了圣安东尼奥马刺队。虽然在总决赛中第1场的延长赛输给了 Allen Iverson 所带的76人，可是依然没有办法阻止他们最后赢得冠军。那这边一定要讲一下当年的总决赛第1场，为什么76人可以赢得了？赛前大家都看好湖人队会创下 NBA 史上唯一一次从头横扫到尾的夺冠纪录，可是 Iverson 当然说，想横扫我们没有这么简单。对，我绝对会在他们手上拿下至少1场胜利。然后在第1场比赛之中，如果各位有看的话，这应该是 NBA 史上最热血的总冠军赛的其中1场，因为183公分的 Allen Iverson 从头到尾就拿着球，不断的一直从外线切入往里面杀，被 O'Neal 撞在地上无数次。你想想看 ，Allen Iverson 183公分，体重呢80公斤 ，O'Neal 216公分，体重150公斤，你要不断的切入，在空中跟他对抗。O'Neal 也说，他不断的要把 Iverson 给撞倒，就是因为要吓他。可 Iverson 没有在怕这件事情，就不断的往里面冲。而最后 Iverson 那一场比赛呢，得了整整48分，并且还有一个经典的一球，就是在底线3分，就是那个后侧步胯下，然后胯下运球投进之后 ，Tyronn Lue 不是跌倒吗？他从他的 Tyronn Lue 的身上跨过去。经典的胯下之路，大家都看过吧？所以给 Iverson 达到了一个战神的名号，就这样子来的。所以第1场比赛呢，76人爆冷击败了湖人队。然后在这场比赛之后 ，Kobe 疯狂的研究 Iverson 的比赛录像带，然后把他从以前到现在都把他给彻底的研究，然后就是知道 Iverson 的弱点在哪里。然后后来的几场比赛。Kobe 呢也扮演着就是防守 Iverson 的角色，当然不是从头守到尾，但是他扮演了其中一个重要的角色。后来的几场比赛的 Iverson 的命中率就这样下降，所以接下来呢没有意外的76人就连续4场被湖人队给打败哦，所以声势横扫4比1，湖人队取得系列赛的胜利，然后最后把他们第2个冠军带回家。而在这次的季后赛期间呢 ，Kobe 场均得分来到了29.4分，7.3个篮板，6.1次助攻。如果你不看他是 Kobe 把他脸遮住，你会觉得这是 Michael Jordan 的数据。然后再来，在季后赛中呢，队友 O'Neal 表示 Kobe 是联盟中的最佳球员，而 Kobe 最终连续第2年入选 NBA 的2阵还有1防，然后此外还连续3年入选 NBA 的明星赛，所以他年仅22岁已经达成了2连霸，这是很多 NBA 的明星球员终其一生都达不到的纪录。Kobe 呢？连续2年达成，然后他才22岁，人生胜利组。时间来到2001年4月18号，他夺冠的这一年，Kobe 跟 Vanessa 呢在加州的一个天主教教堂里面结婚了。然而可惜的是 ，Kobe 的双亲、他的2位姐姐、他的长期顾问经纪人，然后以及他湖人队的队友，没有人来参加婚礼。他人缘不好，对不对 ？OK， 那为什么解释一下？因为 Kobe 的父母其实反对他这么早结婚，原因是因为觉得他太年轻了。第二个原因是因为他觉得
Vanessa 并不是纯种的非裔美国人，她是拉丁裔的美国人，所以这样子的血统分歧呢，导致 Kobe 与双亲之间产生了一种疏远，因为毕竟父母都不支持他结婚嘛，而 Kobe 是一个自己想要做什么就会做到的一个人，所以自然而然呢就会有分歧。那什么时候他跟父母才和好？直到他们的第一个小孩诞生才结束，就是才重修旧好，跟他的家人这样子。然后时间来到2001到2002赛季，本赛季的 Kobe 首次出场超过80场，然后在2002年的1月14号 ，Kobe 呢取得了职业生涯那个时候的最高分56分，然后外加5个篮板跟4次助攻，以120比81击败来访的灰熊队。他该季场均得分呢稍微下降了一点，从上一季的28.5分变成这一季的25.2分，5.5个篮板，还有5.5次助攻，然后继续他的全方位表现。然后 Kobe 也创造职业生涯最高的命中率46.9%。然后并且场均助攻再次成为球队的第1名。然后他在家乡费城取得31分的成绩之后呢，获得了自己第一个明星赛的 MVP。然后再来，当然他们在整个比赛过程中都被球迷包以嘘声伺候。To MVP Kobe Bryant. 为什么？因为别忘了，在前一年季后赛的总决赛 ，Kobe 是把76人给干掉，所以隔一年呢，在费城举办的这个明星赛 ，Kobe 就被虚报。哪怕 Kobe 自己是纯纯正正的费城人，我是不是在一开始有讲到，他出生于费城，他是费城当地人，却被费城的球迷给虚报，所以 Kobe 后来有讲，其实他内心蛮受伤的，我怎么会被我的乡亲父老给虚报呢？这样子 ，OK， 好，可能他被虚报的原因也是因为除了干掉76人之外，还有。在当年他打76人的第3场事后的记者会上面，他在回忆记者的问题的时候，他说：“我会挖出你们费城76人的心脏。”这句话让76人的粉丝非常的不爽。然后再来，在这个赛季呢 ，Kobe 再次入选防守一阵，已经是连续第3次入选防守一阵了。然后再来，他也首次入选了 NBA 联盟一阵。然后在那一年的湖人总共赢得58场比赛，然后在太平洋分区呢，仅次于沙加缅度国王队。然后在2002年的3月1号，湖人队战胜印第安纳溜马队之后 ，Kobe 因为向印第安纳溜马队的 Reggie Miller 挥拳而遭联盟禁赛1场。讲到这，是不是又要佩服他的勇气 ？Reggie Miller 什么角色？当年 NBA 史上的3分球王，对不对？然后在 NBA 中受人尊敬的一个大前辈。Kobe 身为这样的后辈，在场中给他一拳，对不对？这放在我们东方华人文化，他又被干掉了爆炸。可是，在西方这件事情就还好，好吗？甚至他后来跟 Reggie Miller 还保持了很好的关系，并且他还有跟 Reggie Miller 学如何在跑动之中，然后接球投篮。在后来他跟 Reggie Miller 保持不错的关系，挥了一拳可以当好朋友，不错吧？然后再来，湖人队呢通往总决赛的道路之上，比前一年艰困许多，因为毕竟前一年他是摧枯拉朽，15胜1负获得冠军，而这一年呢比较艰困。湖人队在季后赛的前2轮横扫拓荒者，并以4比1击败了马刺，但是在西区的决赛遇到大麻烦了。当年的沙加缅度国王队打着普林斯顿进攻系统，把湖人队打的真的是就是有点打得不要不要的。该系列赛呢被迫打到第7战，这是湖人队自2000年西区决赛以来第一次发生要打第7战。但是湖人队还是击败他们的分区对手，连续3年晋级总决赛。不过有看比赛的都知道，那场比赛湖人队第7场真的不该赢，因为裁判的吹判全部都偏向湖人队这边。国王队有一大堆的黑哨，一大堆不该被吹的全部被吹了。然后再过了好多年之后，去拿就是回放那场比赛，然后后来的裁判也有说，以及那个球评也都有说，从很多地方来看，其实真的国王队是被黑掉的，因为毕竟湖人队就是联盟的宠儿。然后 NBA 是个商业现场，他们总决赛需要票房，所以联盟保他进总决赛。这真的是有看比赛都不能去质疑这件事情，所以其实湖人队要3连霸，联盟帮得非常的多，好吗？好，所以我觉得国王队非常的可惜，因为当年国王队的打球非常的好看 ，Chris Webber 啊，对不对？然后 Stojakovic 啊，对不对？然后 Mike Bibby 啊，那些聚集起来的那个进攻过程，我就觉得非常的赏心悦目，把湖人队以前那种修态整个给搬过来就对了，超酷的。然后在2002年的总决赛呢，他们面对纽泽西篮网，这个就是我觉得是一个差距蛮大的比赛，就是完全一面倒的，因为纽泽西篮网在内线的程度跟 O'Neal 比起来差太多了。我看完当年的总冠军赛就觉得他们内线好可怜，一个一个的被 O'Neal 打下场，一个一个的犯满离场。
然后呢 ，Jason Kidd 一个在那边组织苦撑，然后配上那个 Cam Martin， 对不对？然后就完全不是对手。所以呢 ，Kobe 在这一次的总冠军赛场均得分26.8分，命中率51.4%， 5.8个篮板，5.30助攻。然后再来23岁的 Kobe 呢，就完成了3连霸。成为了3座冠军的最年轻球员，然后这个3连霸呢，也是继当时公牛队在95到98赛季3连霸之后 ，NBA 的下一次3连霸。而在这次3连霸完毕之后，直到现在2025年 ，NBA 再也没有出现过3连霸，所以就是到目前为止的最后一次3连霸是由 Kobe 跟 O'Neal 所创造的。好，然后再来 Kobe 呢，在本次季后赛的第4节屡屡精彩的表现引人注目，尤其是季后赛的最后2轮，可谓是3连霸最后一冠过程中最关键的存在，所以他已经变成杀手级的人物了。好，时间来到2002到2003年赛季，这一季是 Kobe 生涯首次场均突破30分。然后也是生涯首次场均成为湖人队最高得分的一季，所以这一年他正式在得分方面成为湖人的老大。而 O'Neal 这一季的场均得分，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应该是27.6分吧，如果我没记错的话。所以跟 Kobe 有稍微一点点的差距了。然后再来2003年的1月7号，他在对阵西雅图超音速的比赛投进12颗3分球，创下了 NBA 单场3分球纪录。Looking in comes the double team. Back outside to Kobe. Another long three-pointer. Good again. Kobe looking inside to Shaq. Can he make another three? Yes, indeed. Radmanovic guarding him. Kobe for oh, yeah, going again. It's just a thought. Wouldn't you think you guard him? Back to Kobe. Another three. Career! 6 on the shot clock outside to Kobe. Screen. No Kobe behind the line. Looking for the record. Get it! Unbelievable. Kobe wide open again. Now by Kenny Anderson. Pulls up. Down the screen. Pull up. Shot. Is it good? Yeah! By himself. Kobe stutters to pull up. Takes it. History tonight for Kobe Bryant. I'm sorry, I don't do this very often, but I got to give my boy his props, y'all. Yeah, big fella. I'll join you. I got to give you your props. Wow. Got to give it to you. 当然，这个纪录在后来是被那个 Klay Thompson 给破掉了，变14颗。然后再来 ，Kobe 在整个2月份的平均得分，听好咯 ，40.6分，其中曾经连续9场比赛得到40分以上，打破了 Michael Jordan 保持的80的纪录。当然，以前还有更夸张的张伯伦，但我讲如果是得分后卫的话，连续40分纪录之前是 Jordan 保持了连续8场，而 Kobe 呢连续9场。破了 Jordan， 就是硬是要超过他就对了，这样理解吗？好，我们 Kobe Bryant 出生到8号 Kobe 的故事上集结束，记得点赞关注哦。